今天下午卖了一套房子，房东啊心态崩掉了，哭啊，那场面看了真的心疼。你看房东在签字的时候，他的手是抖的。你们知道他这5年这套房亏了多少钱吗？他是2020年楼市最高点的时候，他128万买的房子，然后今天谈到58万6的时候呢，最后客户呢实在不愿意再加钱了。如果他说房东不同意呢，他就也不要了。最后当房东决定卖的时候，房东拿那个签约笔签字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的手是发抖的。我们买了车，买了房，有的一辈子的房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，数百万家庭面临房贷断供与资产缩水，资不抵债现象日益严重。根据中共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和央行的数据呢，全国贷款连续3个月未还，达到断供标准的家庭已经达到了187万，同比增长了 35.6%。大陆房市的寒冬还在持续，广州番禺区的高端别墅项目金桥岭南苑也是未能幸免的。该项目呢曾以每套500万元起售，如今呢部分房源起拍价仅为40万元，但依旧是无人问津。这就是我们花176万在广州买的二手房，现在还值多少钱？我们是在20年最高位首付100万买的，总面积88平，算下来均价要2万1。因为是跟朋友买的，情况比较特殊，所以当时首付付的比较多，贷款20年，贷款76万，房贷每月就得还4000，其中每月的利息就要2000多。我们的房子是精装修，当时买房的首付款就已经把我俩的积蓄掏得一干二净了。当时想着先凑合住几年，后面再换房，现在住进来将近5年了，感觉换房也没那么容易。博主说，今天老公同学来我们小区来看房，我们楼上户型和我们家是一模一样的，成交价却只有98万，我们亏了78万。就在那一刻，我的心情瞬间跌到谷底。以前大家都说不买房10年白干，现在却成了买了房10年白干。我们就是最真实的例子。我们当初在广州买房落户定居，想着能安个家，都说自己住就别谈亏损，可当首付都亏没了时，说不心疼那可真是假的。这位博主说呢，她和老公大学毕业5年以后，在2020年在房价高峰时期在郑州买了一套房，花了248万，装修呢又花了30万。然而现在房价大跌，他们亏了70多万，每个月还要供房贷和装修贷。这2年房价持续下跌，当年花248万买的房子，现在却值170到180万，相当于短短几年时间，我们首付都亏没了。像我们这种普通人，要奋斗多少年才能存到70多万啊？虽然这2年利息降了很多，但我们现在每月依旧要还7700多的房贷和5700的装修贷。我和我老公压力都很大，结婚了也不敢要小孩。我现在利用下班时间做拍摄剪辑视频，想着给家里减轻点经济压力。博主说，很多人劝我们把房子卖了，房贷压力太大了，年纪轻轻的生活质量太差。但现在房子根本就卖不出好价钱，我们花高价买的，如果要卖的话，至少打7折，我真的是不忍心卖掉。他希望房地产市场能在2年内出现转机，到时候呢再考虑卖房，但他也不敢确定过2年房市真的会回暖，现在呢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广州楼市已经连跌了30多个月，更可怕的是真正的暴跌可能还没有开始。6月份广州二手房市场卖了9000多套，但是房价还在阴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库存实在太大了。更狠的是，下半年广州要疯狂卖地补财政，尤其是江新城、琶洲、金融城这些核心区，天量新房入市，二手房更是雪上加霜。很多博主预测说，我们广州的房价跌幅会从30%扩到50%，甚至到80%，豪宅也逃不过，因为未来5年市中心根本就不缺地。稀缺性神话可能会破灭。说实话，卖了这么多房子，见过这么多房东，这是第一次见一个房东卖个房子哭得稀里哗啦的。倒不是说他接受不了这个价格，而是这个房子他压根卖不起啊。2021年的话，140万高位站岗的，
加上当年的首付以及这4年付的月供以及利息的话，说实话，这个房子还欠银行贷款的话接近110万，所以说他现在谈的这个价格的话是95个，所以他卖这个房子还得自己拿出钱来还银行的贷款，倒贴首付，倒贴月供，倒贴利息，所以说他真的是卖不起啊。说实话，要不是说真的生活遇到了困难，哪个人会这样子来贱卖自己的房子啊？北京的房价跌了，我们亏了多少钱呢？我们这套房子是23年底买的，如果当时晚买半年，就能省下大几十万。当时也是郁闷了好久，也许这就是命吧。我们买的2套房子，老家一套，北京一套，都买在了高点。老家的房子是18年还是17年时候买的，忘了。当时房价是蹭蹭往上涨，完全没有跌的迹象。我们老家3线城市买的时候11000多一平，花了100万出头，现在跌到几千一平，一天没住血亏。博主说呢，她和老公在北京看房时啊，这个楼盘卖的特别火，1期已经卖的差不多了，高层都已经卖完了，就剩下1层、2层这些不太好的楼层了。但是呢，也是不便宜。2期开盘同样也是特别的抢手，他们怕再晚就没有好楼层了，就赶紧买了。结果5、6个月以后呢，房价就开始下跌了。他有一个邻居和他家是同样的户型，但房价比他家便宜了70万。他家是460万买的，而邻居是390万买的。他说这就是命，什么事情都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。我们当时买房那会儿呢，正好赶上我老公休假，正好有时间。他要是晚半年休假该多好呀，能省大几十万呢，你说找谁说理去吧。博主苗苗说呢，她和老公在江苏宜兴打工，今年已经是第15个年头了。他们夫妻2人在工厂上班，每个月工资是1万出头，要养2个孩子，每个月呢还得还3600块的房贷。让他沮丧的是，他们当初花了80万买的房子，现在只值35万。他们在纠结是继续还房贷，还是干脆卖了算了。去年我和老公失业2个月，今年又降薪20%，现在淡季厂里3天2头放假，周边好多厂都关门了，真担心哪天又失业。父母劝我们回老家发展，于是我俩商量着把房子卖了，缓解压力。房子挂出去大半年了，陆陆续续有看房的，不是压价，就是说再考虑考虑。中介建议我们以35万报出去，现在的房价跌成这样了吗？80万的房子暴跌35万，叫我们如何是好？博主说呢，她和老公打工10几年，省吃俭用的掏空积蓄买了这套房子，这是他们唯一的房产。住进4年来损失了几十万，怎么能不心疼呢？如果不卖的话，他们感觉压力很大。4年房贷还了快20万，大部分都是利息，越想越难过。但是要是卖了呢，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，10几年的努力就像白干了一样。他们现在也在犹豫，是继续撑下去，还是找点止损。要是你们会怎么选呢？南京一位房地产经纪人博主近日接待一位准备卖房的女房东，他坦言道，这套房子让他亏损了200万，只想尽快脱手。今天我们来看河西朗的佳兆业啊，曾经也是万人摇号的神盘，高峰期卖到6万多，现在也跌到3万多了。哎呦，气死我了！这套亏了200万，这个好歹是品质3房呀，这个户型还是很稀缺的呀。还有就是学区啊，还有就是地理位置，地铁通的。哦，这个视野非常好，这个视野开过去就是对，当时学校也比别人家都贵了20万。产证面积多少？这边的房子从120多万直接降到了20多万，血亏了100万呀！一辆奔驰 S 就没有了。我的天呀，这房子是带装修的小复式啊！咱们到实际的房子里边去看一下，这个房子真就20多万就能卖？可不是嘛，真就20多万，那个亏死了，亏死了！这当时买的是最高峰期，买的贵啊。面积有多大呀？上下2层134、5平米，有装修啊。就是买点家具就能住了。可能这个钱都不及装修的费用，真是不及呀！咱装一套100多平的房子，怎么不得20多万也得？你说天津房价都跌成这样了，为什么没有人买了？因为大家都知道房价还会持续下跌。现在贸然的去买房，难道是钱多的没地方花吗？这就好比啊，我1块钱就可以买到的白菜，为什么非要花10块钱去买？谁都不想当那个高位接盘的冤大头啊！这位重庆博主说，他
他现在住的房子是父亲2014年为他买的，那个时候他要结婚了，必须得有一套房子安家。当时小区的1楼和7楼比其他楼层会贵一些，因为这2层可以改造成3层的结构，自然价格就要高一些。我们小区当年的价格呢，差不多在6000左右吧。然后呢，1楼和7楼算下来的话，要将近100万。如果你再装好的话，差不多160、7吧，因为它面积大嘛。但是今年啊，我们小区里面1楼和7楼挂出来的价格，装修好的啊，别人已经装修好的3层楼带前后花园的，挂出来才120万。我的妈呀！我就想了一下，这感觉比当时2014年还便宜啊！这个房价现在就跌得这么厉害了吗？因为我很久没有关注过这方面的东西了。广州增城有一个跳水王楼盘，从2万出头，直到现在的3500每平方啊，前后时间呢不到4年，说出来让人不敢相信。这个楼盘呢就是蝶溪花园，应该很多朋友是听过的。它在增城朱村，那时候打着科教城板块的旗号，实际上呢离地铁有6、7公里，实打实一个远交盘。在2018年楼市比较火的时候，蝶溪花园呢直接飙过2万出头，那时候呢也很多买房客户啊投资的，想靠买房增值的朋友都涌了进去，满心等待以后能赚一笔。博主接着说，谁想得到在2021年以后，周边房子越开越多，那里房价越来越低。现在蝶溪花园的104平的3房，从之前的210万降到了59万，跌幅超过了70%。你们这些股民老是说股票跌了很惨，你是没看过这个小区啊，比股票跌了还要惨啊！来看一下外面那个江景视野，之前每个7、8万，你连想都不敢想啊，现在直接夭折3万5就可以拿下这套江景大平层了。235方给你做到了独梯独户，而且是现房，直接可以让你拎包入住的。能够把广州房价打下来的这个楼盘功不可没，位置就在广州南站旁。从原价3万的7楼熬到了现在8100平的现楼，还白送精装修，关键上午买下午就能拿钥匙入住。你们说发展商是良心发现了吗？广州番禺区的高端别墅项目金桥岭南苑呢，曾被打造成广州文化艺术村的形象。原计划是在2022年交房，然而呢，到如今为止，该地杂草丛生，冷清萧肃，彻底沦为了烂尾项目。该项目在2020年开盘时呢，曾经引发关注。该小区有128栋别墅，售价从500万起跳，部分房子甚至接近1000万元，甚至还是未装修的毛坯房。该别墅原定是2022年完工交付，但最终呢，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停工了。开发商也陷入了债务的纠纷。有网友实地走访显示，小区目前人迹罕至，杂草丛生。有附近的村民透露呢，目前仅有3、4户人家偶尔出入。售楼处呢，也早已在2023年撤离了。保安与清洁人员因为薪资停发而离岗了，小区陷入了无人管理的状态。尽管入口处张贴了禁止闲人进入的告示，但部分已装修的却无人居住的别墅呢，却遭遇了盗窃，门窗和家具已经被搬空了。更令人唏嘘的是，那些在2022年高价购入的业主，当时花费超过900万元买房，并且支付了首付，结果呢，开发商却破产跑路，项目停滞至今，房屋至今仍无法交付。法拍平台上出现1层40万元的拍卖信息，尽管价格如此低廉，接盘者仍然是寥寥无几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